我知道了，刚一回到公司，保安就告诉我了。洪秘书依旧小声说道，那位杜小姐看着不简单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。商总问她是哪家公司的，她没有说，问她是哪里人，她也没有说。商总怀疑是海总的情敌，海总，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。海童失笑的道，不要因为来找我的人是年轻的女性，就认为是我的情敌，若是我的情敌，小飞怎么把人放进来了？洪秘书说道，商总那是不知道呀，我们都是这么怀疑的。总之，海总你得防着点，战少是那么优秀的男人，随时都会招来爱慕者的。海总可能会时不时就有情敌冒出来，用海总自己的话说，他可能到老了，都还会有情敌冒出来。我防着点，我防着也没有用的。他们若真的和我争夺战印，就算我将战印锁在家里，也会有情敌找到我。海童倒是看得开，也没有心理压力。越多女人喜欢战印，他越觉得自己幸运，能得到战印的一心一意对待，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洪秘书跟着海童走到了贵宾室，洪秘书推开了贵宾室的门，在那套待客的沙发上，一名年轻漂亮、气质高雅的女孩子端坐在沙发上，那坐姿一看就知道是大家闺秀。海童有老太太和婆婆指点教导着，比以前更显高贵优雅了。但跟这名女子相比，海童觉得自己的内秀还不够。用他们的话说，这个女孩子家里非富即贵，肯定来头不小。她的气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。听到开门声，杜小姐扭头看过来，看到海童了，她起身。等海童进前后，她微笑地问好海总，你好。杜小姐，你好。海童回以微笑。相互问了好后，杜小姐自我介绍，海总，我姓杜，杜雨萌。杜小姐。海童知道了对方的名字了，杜雨萌，但他并不认识这个人。我是海市人。杜雨萌又说了句。海童只能笑笑，随即礼貌地请杜雨萌坐下，又吩咐秘书撤茶。杜小姐的面前放着一杯温开水，应该是商小飞请她进来后让秘书给她倒的水。杜雨萌没有阻止秘书去沏茶。办公室在贵宾室旁边的商小飞听到了海童说话的声音后，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，转入了贵宾室。杜雨萌又微笑地叫了商小飞一声商小姐。商小飞在海童的身边坐下，还和海童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不知道杜小姐的来意是。海童微笑地问着对方的来意，他和杜小姐都相互打量过对方了。他从杜小姐的眼神里看到了友善，猜测杜小姐不会是他的情敌。最近战印都没有离开过管城，不可能在外面给他招来情敌的。杜雨萌看向商小飞，商小飞秒懂杜小姐是来找海童的，也是只愿意和海童说事儿。略坐了几分钟，商小飞就借口说忙，离开了贵宾室，回到他的办公室去。反正他不担心海童会被欺负，不说海童比以前更强大了点，就是以前的海童都没那么容易欺负。彤彤那身拳脚功夫，能将小混混们打得落花流水呢。等秘书冲好了茶，也给两人都倒了一杯茶。海童示意洪秘书出去做事。洪秘书出去了，海童望着杜雨萌，笑着，杜小姐可以说你的来意了。杜雨萌抿了抿嘴后说道，海总，我就是想见见你，认识认识。海童挑眉，只想见见他，认识认识。他又不是大明星，没有粉丝的。杜雨萌的脸似是染上了几分的红云。海童忽然懂了，他试探地问着杜雨萌，你是为着一位战先生而来？那位战先生叫什么名字？战一阳、战宇，还是战远？他一下子就说了三位小叔子的名字，老二已婚，老三正陪着乔涵旅游散心呢。这两位堂小叔子都是名草有主的了，就是从老四开始的几位小叔子，他们的另一半是谁，海童不知道。
老六的现在知道了，是欧阳雅，不过他没有见过欧阳雅本人。杜雨萌不是欧阳雅，那他要找的战先生不是老四就是老五。杜雨萌眸子闪烁，不过还是老实的答到战一阳。海童明白了，杜雨萌是奶奶给战一阳选定的妻子人选。老四总是他没有行动，不想行动，因为他梦到的女人和奶奶给他选定的妻子人选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怕自己按照奶奶的意思去追求，结果却又和梦到的女孩子纠缠不休，会成为战家第一个离婚的男人，所以他不想行动。为此还找过老太太，向老太太提出抗议。老太太说他如果能找到他梦到的那个女孩子，并且对方的条件过关，老太太允许他换人。战一阳那天离开后，海童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了。哦，听说曾经有个年轻的女孩子去战氏集团找战一阳的，恰好问到了战一阳的亲哥哥战一晨。战一晨说战一阳不在战氏集团的总部上班，那个不知名的女孩子就离开了战氏集团。问过战一阳，战一阳又不说。海童叫来洪秘书，吩咐洪秘书再拿些吃的点心糕点，以及洗些水果来。洪秘书哦了一声，猜到这位杜小姐应该不是海总的情敌了。若是情敌，海总没有这么大的度量，给情敌准备那么多吃的。杜小姐认识老四多长时间了？战一阳是我丈夫的四弟，他们堂兄弟之间都手足情深。杜雨萌答到也就2-3个月吧。海童哦了一声，在心里算着时间。奶奶给战一阳选定了人后，战一阳是什么时候来找奶奶的？好像是几个月前吧。那应该是战一阳找过奶奶后，发觉无法说服奶奶，最终无可奈何的去接近杜雨萌。瞧杜雨萌刚才提到战一阳时，一副害羞的样子，可以看出来杜雨萌对战一阳是有点动心的了。联想到那小子说老是梦见一个女孩子跟他纠缠不休的，海童心里打鼓。那小子是不是招惹了杜雨萌后，就找到了梦里的那个女孩子，然后脚踏双船？所以杜雨萌找到他这里来打探老四的消息。杜小姐和一阳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海童问的直白。杜雨萌沉默了好几分钟，才答道我也不知道我和他是什么关系。认识他后，他好像在追求我，但说他在追求我吧。他对我又是若即若离，没有2分真心。说他不是在追求我，当我快要忘记他的时候，他又会给我送花，送我喜欢的东西，请我吃饭。我工作上遇到了困难，他也会默默地帮我解决。我要是想回报他1、2，他又不见了踪影，打电话不接，发信息不回，我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若不是知道他的名字，我让人调查了一下他，都不知道他是战家的4少爷。该死的老四，还真的是不想追求杜雨萌，碍于奶奶的意思，他又硬着头皮去接近追求。当杜雨萌有点想法时，他又抽身离去。海童敢说他肯定找到了梦里与他纠缠不休的女孩子。此刻的战一阳也处于纠结的状态，是顺着奶奶的意思，还是顺着自己的心意？他对杜雨萌是否真的不喜？对梦里的女孩子是否真的情根深重？大概他自己都还没有弄清楚吧，有点脚踏双船的味道。让海总见笑了，我这个人有点执着，遇到事情总要弄清弄楚才行。我就想知道战一阳是什么意思，但我又不好随随便便去找战一阳。听说海总的几位小叔子都对海总尊敬有加，我就冒昧来打扰海总了。海童保持着笑容，他说道没事，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，我若是知道的都会告诉你。事实上除了老2和老3底下那几个小叔子，他都不甚了解，平时见得也少，只有家族聚会大家都回来才会见到他们。他们有事找的也是战印，不会找他这个长嫂，除非做了得罪另一半的事情，才会来找他这个大嫂去当说客。
像当初战一晨非礼了宁云初，宁云初生气不理他了，战一晨就来找过海童，请求海童帮他去向宁云初道歉求原谅。战一阳有女朋友吗？海童答道，据我所知，你来找我之前，我知道他是没有的，以后肯定会有。战一阳老师梦到的那个女孩子，他肯定也没有确定关系，确定了关系，他会带那个女孩子回来见家长，也会跟奶奶说明一切。没有就是没有确定关系，所以他目前是没有女朋友。那他有喜欢的女孩子吗？海童想了想后答道，杜小姐，这个答案我不敢说是绝对的，一阳是我的小叔子不错，他对我这个长嫂也的确是尊敬有加，但平时大家工作都忙，他并不在战士的总部上班，所以我们见面的次数及机会都不多。对他的私生活，我就不敢说100%的清楚。我说他没有女朋友，是因为他没有带过女孩子回家见长辈，没有见过长辈就是未定，未定就是单身，这都是我分析出来的答案。他现在有可能有喜欢的女孩子，也有可能没有，没有什么事，他一般不会跟我说他的感情问题。杜雨萌哦了一声，说道，我以为他会什么都跟你们夫妻俩说，他打听得很清楚的了。战一阳最孝顺奶奶，最敬重长兄，有什么事未必会对亲哥哥说，但有可能会对长兄说。而战印又是个宠妻的，弟弟们若是有事找他，他会跟爱妻说，海童就知道了，所以他才会冒昧前来找海童，还被海童公司里的人怀疑他是海童的情敌，就连海童对他都有几分怀疑吧。刚开始只让秘书给他沏茶，知道他的来意后，才让秘书上点心瓜果。海童的区别对待，杜雨萌并不生气，换成是他也会这样做。如果是情敌来了，他顶多给一杯温开水，不失去基本的礼貌就行。想让他沏茶，拿点新瓜果来招待，门儿都没有。情敌啊，那是相见了分外眼红的。所以海童这样做，杜雨萌觉得很真实。战氏家族是个怎样的大家族，杜雨萌也了解过一二。对于这样的一个家族，他若是有机会嫁入来，绝对幸福。但他不知道战一阳对他到底是抱着怎样的心态，若即若离的逗他玩吗？老四偶尔会找他大哥说一说，近段时间就没有看到他了。杜雨萌又哦了一声，老四现在哪里？海童问了杜雨萌一句。杜雨萌答到，半个月前还在海市，现在不知道，有可能回了管城，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出差吧。这么说，你已经半个月没有见到他了？杜雨萌点头，我是有半个月没有见到他了。战一阳就是这样，在我快要甩掉他这号人时，他又冒出来，还对我很好的那种，当我有点心动，恨不得跟他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情时，他又跑得无影无踪，着实恼人。杜雨晴说着说着咬牙切齿的，对战一阳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怨气。海童理解得到，那臭小子，等会儿我就让他大哥打电话给他，问问他现在哪里，若是在管城，我让他大哥去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杜雨萌说道，他若是在管城，我现在也来了管城，倒是不用海总帮我问他了，我自己去找他，问问他把我当成什么了。耍猴子玩也不能这样玩法。海童嗯着好，杜小姐等会儿给我一个联系方式，我有消息了就告诉你，让你去找他。这种私人感情的事，还是要让他们两个当事人当面谈谈才行。老四这样做也是太过分。海童站在杜雨萌这一边，若是确实无法爱上杜雨萌，就一心一意去追求他梦里的那个女孩子，只要他和对方真心相爱，只要对方人品过关，奶奶也不会怪他换人的。战一阳这样两边勾搭，又两边都不给答案，让人真想抽他。老太太现在是在场，绝对抡起拐杖招呼他了。杜雨萌给了一张名片给海童，对海童说道，海总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，有战一阳的消息了，就打电话给我，我会在管城待上1个星期。
海童接过了名片，关心地问他杜小姐现在住在哪里。管城大酒店，你们战家旗下的酒店。海童笑了笑，说道：管城大酒店是我们管城最好的酒店之一了，你住在那里尽管放心，安全级别很高的。等会儿我打电话过去。你住在管城酒店期间，所有开销都算我的。杜雨萌连忙说道：海总，谢谢你，不过不用，真的不用，我支付得起房费的。他也是出身豪门，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我知道杜小姐不缺钱，只是杜小姐这么远路而来，来者是客，就让我尽尽地主之谊吧。杜小姐想去哪里游玩，尽管跟我说，我有空就陪你去玩，免费当你的导游。没空，我会安排人给你当导游，带着你吃遍管城的美食。管城的旅游景区并不多，有也是人工打造出来的，不过美食倒是很不错，很多看着不显眼的老店，才能吃到最地道的小吃，很多年轻的管城人都不知道呢。她还没有嫁给战印之前，经常和沈小军大街小巷寻美食，才会知道这些。谁叫他俩都是吃货呢？杜雨萌笑着，这个我就不跟海总客气了。住宿等花销，海总真的不要帮我出，否则我下次都不敢过来，也不敢让海总知道我过来了。他和战一阳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，甚至都不知道战一阳是怎么想的。他还不想欠战家任何人的人情。战家的家风，杜雨萌打听过后很满意，也知道海童这个长嫂人品不错，是个能相处的，所以他才选择来找海童。以后若是能成为妯娌，也不用太担心会闹矛盾。海童见他坚持不接受，也不好再勉强，便说道：那好吧，不过晚上我请客吃饭，杜小姐可不能拒了。杜雨萌爽快地答应了，好，晚上海总请吃饭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海总，你先忙，我不打扰你工作了，先回酒店。晚上海总请我吃饭，打电话给我就行。海童请他吃饭，估计也是在管城大酒店，他现在就住在管城大酒店，方便得很。杜雨萌起身告辞，海童跟着起身相送，一直送杜雨萌出了公司，上了车。车子远去了，海童才转身往回走。商小飞已经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，在他办公室门口等着。彤彤，那位杜上姐是做什么的？她为什么来找你？真不是你的情敌。若是海童的情敌，商小飞第一时间就去找战印算账。不是我的情敌，战印是个顾家的好丈夫，不会给我添情敌的。海童替自己的丈夫辩解，战印是真的从来不会主动去招惹任何女人，都是别人被他的魅力折服，爱慕他的。杜小姐是为了战一阳而来。商小飞、战一阳，战家老四，战家九子，商小飞都认识，不过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前面3个，从第4个开始，他印象都不算深。没有见到人时，他不太想得起他们长什么样子，见到人了，就会想起他们是谁。海童边往办公室里走去，边应着似的。老四去撩了杜小姐，但又不给人家一个真正的答案。若即若离的杜小姐追过来，只想要一个答复。那小子也是的，喜欢就追求下去，不喜欢就不要去撩人家。海童吐槽着小叔子，他们战家的男儿都很优秀，他们主动出击的话，真没有几个女孩子能够抵挡得住。商小飞八卦地道，说不定战老四是顾擒欲纵呢。海童那样的话，他成功了，瞧着杜小姐是喜欢他的。商小飞撇撇嘴，说到他们战家的男人出手，有几个女人能抵挡得住？他的想法和海童是一样的。杜小姐是不是战奶奶给老四挑选的人？商小飞小声问道。她和海童是表姐妹，又是好闺蜜。战家的孙媳妇儿都是战奶奶去挑选的。商小飞自然也知道了，他就颇有点遗憾，说战奶奶瞧着挺喜欢他的，但老人家选孙媳妇儿却没有看上他商小飞。不过他如今也很幸福，要嫁的婆家，家风和战家是一样的，
我猜测是，不过老四说他总是做同一个梦，梦到他和一个女孩子纠缠不休。那个女孩子并不是奶奶给他选定的妻子人选，所以老四很纠结。他既想当个孝顺的孙子，按照奶奶给他安排好的路走下去，可是又老梦到那个女孩子，担心自己不会爱上奶奶给他选定的人选，怕自己娶了奶奶给他选的人会过得不幸福，他以后会出轨什么的，会成为战家第一个离婚的男人。商小飞听得兴致勃勃的，他倒是不知道这件事，还有这样的事，也怪不得战老四会纠结了。战奶奶给他选定的人选肯定是杜小姐了，瞧着跟战老四倒是般配得很。商小飞分析得到，那他主动招若杜小姐，若即若离的，就不是顾擒欲纵了，而是纠结万分，不知道该选谁。海童说道，他现在谁都还没有选，否则杜小姐不会追过来想要个说法。杜小姐说又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他了，在杜小姐想忘记他时，他又突然出现，对杜小姐特别好。杜小姐遇到困难了，他总是第一时间帮她。当杜小姐觉得自己要爱上他时，他又突然间消失很长一段时间，让杜小姐抓狂得很。海童拿起手机，我打电话给战印，让他联系一下老四，问问老四现在哪里，爱不爱的，总要给人家一个答复呀。这样两头吊着，如同脚踏双船，两头都会被他伤害到。商小飞附和着，就是总要有个决定，有取舍的。换成我是杜小姐，他敢这样吊着我，我甩都不想甩他了。海童笑道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商大小姐这般干脆利落，不拖泥带水的，感情的事最难处理得了，他都做不到像商小飞这般干脆利落。当初知道自己被战印骗得团团转时，他一怒之下提出离婚，但是他内心也是纠结亦痛苦万分。不像商小飞，虽说也痛苦过，但挥刀断情丝的干脆帅呆了，是很多女同胞都无法做到的。商小飞笑，那是我是干脆利落，不拖泥带水，知道没希望了，马上就放弃，姐又不是嫁不出去，没必要和任何人争抢一个男人。这天底下的好男人多了去，总有一个是我的。你快打电话给战印，让他联系战老四，我想吃战老四的瓜。商小飞跟着海童和沈小军混，受他们俩影响，现在也特别的喜欢吃瓜。沈小军最爽，吃什么瓜都是新鲜的，他吃过了才会分享给两个好友。海童摁着战印已经接听他的电话了。彤彤，战印的声音温柔而醇厚。凑近前来的商小飞听到战印叫海童的声音，小声说到，以前他看到我都是脸黑黑的，像是不认识我一样，也不想搭理我。我以为他一直都是这么冷漠，后来才知道他不是不懂温柔，只是他的温柔都给了你。海童亦是小声说道，军武少的温柔也只给你。居然看着对谁都很温和，其实他那是客气疏离，真正的温柔只给商小飞。商小飞嘻嘻的笑，一脸的幸福。老公，你有空吗？海童问着丈夫。战印笑着，你的事尽管说，不用问我有没有空。老婆一叫他老公，必定是有事相求，平时他就爱连名带姓一起叫他。也不是我的事，是老四的事，你打电话给老四，问问他现在哪里，晚上叫他来管城大酒店，我们请他吃饭。战印黑眸闪烁，老四做什么了？他惹你生气？臭小子，敢惹你生气，我跟二婶说，让二婶收拾他。晚上在酒店吃吗？不回家吃了。他没有惹我生气，不过惹一个人不爽。那人找到我这里来了，你先打电话给老四，告诉他晚上过来吃饭就行，等会儿我再告诉你原因。老四没有惹爱妻生气，战印恢复了常态，说道行，我先打电话给老四，一会儿回复你。海童嗯了一声，战印那边便挂了电话，转而打电话给战一阳。战一阳一个下午都是心神不宁，总觉得会出什么事的，让他坐在办公室里，
面对着需要他签名的文件，他都心不在焉的。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他一个机灵，不会是有不好的事情吧？他赶紧拿起手机看来电显示是大哥打来的，他头皮绷得更紧了。他们没事的话不会联系大哥，同样的，没事时，大哥也鲜少会主动打电话给他们。战一阳深呼吸几口气，才接听电话。大哥，他开口带着笑，想着大哥要骂他，对着他的笑脸骂得没那么厉害。老四，你现在管城吧？在呢，回来了。战一阳有点不好意思的解释，大哥，我一回来就忙，都没有时间回去一趟，也没有去看看奶奶。是不是奶奶老人家想我了？这个周末我就去陪奶奶玩2天。奶奶就是个老小孩，需要他们陪着玩。他们只要有空，也很乐意陪着奶奶玩。当然了，往往是他们被奶奶耍得团团转，只要奶奶开心就好。那是周末的事，今晚有时间吧？你大嫂说请你在管城大酒店吃饭，叫你傍晚就过来。战一阳愣了愣，问道：大嫂请我吃饭？无缘无故的，大嫂为什么请他吃饭？战一阳有点心慌慌的，总觉得大嫂请他吃饭不同寻常，这可能就是他下午都心神不宁的原因吧。你大嫂说请你吃饭，傍晚5点半左右你就过来。我和你大嫂在酒店等你，若是你早到，你等等我们。想吃什么菜可以提前点好，自家的酒店想吃什么都可以。战一阳先应着好，傍晚5点半我就从公司过去，应该和大哥差不多时间到酒店的。大哥大嫂请吃饭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他都要去。应了之后，战一阳又试探地问大哥：大嫂怎么会想到请我吃饭呢？就是不年不节的，无缘无故的，我这里有点心慌慌的，担心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罪了大嫂。大哥，你知道原因吗？告诉我一声，我有点心理准备，知道我哪里做的不对。晚上吃饭时，我当面向大嫂赔罪。战印沉声说道：怎么，我和你大嫂请你吃饭，还要你得罪了我们才能请吗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大哥不怕你笑话。我下午开始就觉得心神不宁，好像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似的，所以大嫂忽然请我吃饭，我就担心是不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得罪大嫂的事。战印抿抿嘴后说道：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你大嫂为什么要请你吃饭，她只是打电话给我让我联系你，只要你在管城，晚上就过去一起吃饭。我通知到位了，你也答应了，傍晚看不到你，就别叫我大哥了哈。说完，战印便挂了电话。战一阳心神不宁的原因在这里，可是还是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事情呀，都不知道大嫂突然间说要请他吃饭是什么事。没事，大嫂不会主动说要请他吃饭的，会是兄弟聚餐吗？战一阳赶紧发信息给老五，问老五是否在管城。得到老五回复后，他又问老五大嫂有没有请老五吃饭。五少战宇回复他大嫂没有说要请我吃饭，怎么请四哥吃饭？大嫂也太偏心了吧，请四哥吃饭也不请我吃饭。战一阳，我还不想要这种偏心呢，忐忑得很，都不知道大嫂葫芦里卖什么药。大哥又说不知道，连大哥都不知道的事，战一阳越加忐忑了，早知道就不要答应了，现在答应了，不能推掉，大哥会生气的。战印才不管弟弟如何纠结呢，反正他通知到位了，老四也给了他答复，就算老四猜到了点什么，谅老四也不敢反悔的了。只要老四还认他这个大哥，老四就不敢反悔。战印打电话给老婆，向老婆邀功，顺便问清楚老婆忽然间说要请老四吃饭的原因。海童笑到老四的另一半找上门来了，就是奶奶给老四挑好的人选。不是，老四的另一半找上门，怎么找到你那里去？他不是该去找老四吗？战印愣过后好笑地道，杜小姐说老四有时候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，
他又不知道老四在管城的私人住处，只能来找我问问。我下午一回公司，大家都告诉我，有个美女在等着我，还以为你背着我偷人，给我添了个情敌，情敌找上门来让我让位呢。战印脸一黑，怎么可能？都这么久的夫妻了，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，彤彤，相信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你的。就算你会有情敌，也不是我招惹来的，是他们主动靠过来，与我无关。他总不能划花自己的脸吧？很多时候，他们看重的不仅仅是他这个人，还有他的身份地位。哪怕他划花了脸，只要他还是战士的掌舵人，那些花痴都还会痴迷于他。再说了，他也不能因为别人就划花自己的脸。彤彤偶尔也会摸他的脸的，划花了，会结疤，有疤摸起来就不划手了，影响他老婆的手感。这种事儿绝对不能做。海彤笑道，那是别人这样猜测的，又不是我的意思。我相信你不会背叛我，不会主动去招惹外面的女人。再不知道杜小姐是冲着老四来的，看到她时我也满头子的问号。后来她说是为了老四来的，我就明白了，老四也是有点过分。他按奶奶说的去接近了杜小姐，对杜小姐很好。用杜小姐的话说，任谁看到他对她的好，都认为他是在追求她的。可当杜小姐有点动心了，老四又抽身离去，会有一段时间不接杜小姐的电话，不回信息，就像不认识杜小姐这个人似的。杜小姐又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，她也有脾气。老四不想搭理人，人家也就忘了他。可是当杜小姐要忘了他，他又突然出现，继续对杜小姐好，这样反反复复的又一次不见踪影，不接电话，不回信息。这不，杜小姐就追了过来，想找老四问个清楚明白。找不到老四，便找到我这里来了。谁叫我是他的大嫂呢？战印恍然，原来如此。老四大概是纠结吧。他不是说过他经常做梦，梦到一个女人跟他纠缠不休，但那个女人不是奶奶给他选定的那个。他又想按奶奶的要求去追妻，又想顺从自己的内心去做。他可能更喜欢他梦里的那个女孩子吧。海彤说道，他现在肯定还没有做出决定，他若是有了决定，也就不会吊着杜小姐了。杜小姐怎么样？我对杜小姐的印象还不错，奶奶的眼光不会差的，能被奶奶挑中，杜小姐想必是适合老四的。只是老四有个梦中情人，这挺难办的。海彤觉得老四的恋情可能不会太顺利，老四夹在两个女人中间，被两边拉扯，有他受的。不管他选择谁，对另一方都是伤害，他也不会好过。晚上约老四过来吃饭，我也跟杜小姐说了，他远道而来，来者是客，我请他吃饭，就在咱们的管城大酒店，他现在住在酒店里。他和老四的事就让他们俩当面解决，感情的事我们又帮不到忙。战印赞成老婆这样安排，没有大包大揽，只是让两个当事人有个机会当面谈清楚。我通知了老四，老四会过来的。你办事我放心，老公，那你先忙，我也忙会儿。好，别太累，也别坐太久，时不时要起来走一走。她还怀着身孕呢，虽说她身子还很轻盈，但坐久了也不好。知道了，我比你更宝贝咱们的孩子。夫妻俩相互叮嘱了几句，海彤先结束通话。与此同时的 X 省的 A 市，战远独自在大厨房里忙活着，他做菜需要的食材，今天管家已经给他买回来了，全是最新鲜的。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菜式，管家便没有帮他，让他自己一个人忙活。战远也不需要他们帮忙，他有一个下午的时间足够了，又不是要做满汉全席，不过是给欧阳雅准备几道家常菜而已。知道欧阳雅在欧阳家的地位如同他大哥一般，晚餐估计也会有很多人过来一起吃饭，主要是想知道他能否通过复试吧。所以战远做的菜式不算多，但量一点都不少。
就算欧阳家族所有人都回来一起吃饭也足够。欧阳雅都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只是交代了秘书一句，原本今天晚上的饭局帮他改期或者推掉，他傍晚回大宅里吃饭，也是面试一下新来的厨师。哦，是厨师应聘者，还不能说是欧阳家的大厨。谁知道那个叫做战远的男人做的菜好不好吃？万一他就点心拿得出手呢？下午4点左右，欧阳婷便敲开了长姐办公室的大门。姐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吃饭？欧阳婷进来时表情是严肃的，等她关上了办公室的大门，隔绝了外面的窥视，她立即就换了一副吃货的嘴脸。欧阳雅头都不抬，好笑的到现在才几点，就想回家吃饭了。你很闲？很闲的话，这个项目交给你去跟。不，我不闲，我一点都不闲。欧阳婷赶紧摆手，怕死大姐又塞几个项目给她去跟。她现在都忙得脚不沾地了，可不能在懒事上身，再懒的话，她就连偷个懒、喝杯咖啡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就是咱们要回庄园里吃饭，战远下午复试呢，我挺想知道他能否过关，也想尝尝他烧的菜是否如他做的点心一样好吃。欧阳雅淡淡的道他做的点心能吃，但不能说很好吃。